各位朋友啊，今天呢盘点一下《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在中國到底犯了多少法吧。這個電影呢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輿論的黑洞啊，誰挨誰倒霉。包括這個電影裡邊這個姚晨發聲鼓勵，結果被網友扒了個底兒朝天，惡之花的不堪的那些往事又被挖坟給挖了出來。網友說啊，军書12卷，卷卷有姚明，每次掃黃的現場都能逮到你，你說你是誰？好吧，那這個事情裡面呢，汪涵啊也趕緊的發聲切割，但是这时候呢，有一個中國的網絡大 V 竟然呢把這個臉湊上去了。那中國的網友一看，那你把臉湊上來了，我們還不刪你啊？胡雕盤胡錫進這回在這部電影上又翻車了。咱們先看看這部電影啊，它在中國的輿論場上呢它是历經了一個這個完整的被這個扒乾淨的這麼一個過程。本來呢大家呢沒在意這個事兒，不就是一部電影嗎？在海外獲獎了一個電影，說要上映，結果呢中國好多的官方媒體啊，我估計這些官方媒體都是女編輯吧，都拼命的向大家安利這個電影。這就有問題了，有眼尖的網友就開始扒一扒這個電影到底是怎麼回事啊。這一扒可了不得了，不是說你不能夠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你這個電影你要是找一個演員來演，大家沒啥意見，關鍵是你找了一個監獄裡邊殺人犯來演他自己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呢還是個假的，說有家暴，實際上判決書裡邊並沒有提到家暴，人家那些證人證言也沒提到家暴，你這是往中國全體男性的頭上扣屎盆子，所以大家那就憤怒了啊！惡之花姚晨這個事兒他又出來力挺，反正是無論是哪個事件中只要是在中國輿論場上，只要是一沾顏色革命，對吧？一沾公知，一沾女權，军書12卷，卷卷有姚明。所以說，這你說不罵他罵誰呀？這姚晨趕緊的切割，是吧？那個汪涵也趕緊的切割。你說這倆貨吧？汪涵和那個導演秦小雨合作過好多回，他說他不知情。網友把汪涵也要罵化了，說你他媽的這個就是胡說八道你說你不知情，這電影被電影局立案調查了，但是好死不死，這個時候胡雕盤胡錫進出來了。我以前對胡錫進的評價大家也都知道，我說這個胡錫進呢，回回騎牆，回回卡着蛋。你說他就是個卡蛋的體質，你這玩意兒也沒法說了。胡錫進是這麼說的，各位啊，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引起了網上的激烈爭議，看樣子要撤檔了。這部片子雖然是經過正式批准拍攝的，但從報道看它存在多個問題，也做了虛假宣傳，謊稱主人公本色出演了自己的真實經歷，但其實這是個改編的故事這個演員本人用水果刀捅死丈夫，並非由於遭到家暴，而是因為一般的爭吵。通常情況下，老胡是不主張一部電影的命運由輿論來決定的。輿論往往很激烈，容易突出放大一方面的問題。之前已經用過網上的激烈的輿論導致即將公映的電影被封殺，以及整檔娛樂節目停播的情況。我的總體意見是盡量的包容對待文藝創作，能寬則寬，對文藝繁榮是對維護黨的領導憲法秩序下的社會寬鬆和自由是有好處的。大夥明白這是啥意思了吧？胡錫進還是在騎牆雕盤，他準備呢是和稀泥，可是胡錫進呢这個體質就決定了，他一和稀泥，他一騎牆就必然卡着蛋，是吧？這個有這個中國的網友大 V 都不樂意了，你知道嗎？
這個胡錫進呢，後續還說，如果有關部門下架這部電影，老胡是不會反對的，但不建議輕易搞这個誅心之論啊，覺得大家抵制這部電影太激烈了，看到了嗎？他一騎牆，那必然就會卡彈啊。中國的一位大 V 湯家鳳湯家鳳博士是這麼說的：看來走進監獄進行電影拍攝的不是一個人所為，而是一個團隊。而且導演說了，採訪的監獄有好幾個，在押犯人也不僅僅是主演，這樣的申請竟然能夠通過，沒有監獄方的配合，能夠完成長達幾年的拍攝制作。再看看他們在西方電影節採訪中說了什麼，這一切都是那麼不可思議。我說了，現在不是這部電影能夠上映的問題，而是造成的後果必須有相應的人承擔責任。這個圈子是到了下定決心去除污垢的時候了。湯家鳳他呢把这个電影挖的就更深入了。這部電影的英文名直譯過來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呀？他的心在牢籠裡面依然跳躍，這裡邊就沒有媽媽兩個字。這是用心歹毒這可真是這個譯名，他的心在牢籠裡邊依然跳躍，他的心是在監獄裡跳躍呀，還是在中國跳躍呀？湯家鳳又看到了胡錫進的點評，說昨天晚上有網友給我說胡錫進先生的點評，我笑了，對他的點評回應很快就到。胡錫進先生要不要約個公開辯論呢？胡錫進你騎牆你卡彈，你敢不敢跟人家博士來個網上的辯論啊？胡錫進大約是不敢的。這個電影到底在中國犯了多少法呀？胡錫進是個法盲。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為啥能在真實的監獄裡邊取景？裡邊的服刑人員究竟能不能參與電影拍攝？而且這部電影號稱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究竟是不是真的？這背後難道真有人開了後門嗎？其實真相早就藏在電影導演秦小雨接受的一次採訪裡。他咋說？您聽，他們最初是打算到監獄拍紀錄片，進去之後才有改變主意，要拍故事片。也就是說秦導是以拍攝紀錄片的名義獲得了審批，這樣的審批沒毛病。服刑人員參與紀錄片的拍攝其實很常見，比如咱們經常看到的一些法制節目，那中間就會有視頻穿插採訪正在服刑的當事人，當事人身穿着囚服坐在那兒抹眼淚，說自己多麼後悔。那這些真實記錄監獄生活的紀錄片本身就具有教育警示意義，而且人家沒有用於商業盈利。片方按照流程報批，獲得審批之後，同時在尊重拍攝對象本人意願的基礎上，完全可以進行合法合規的拍攝。而秦導的操作多少就有點讓人震驚了。他在進入監獄之後突發靈感，決定要拍一部故事片，還私下採用2種拍攝方式，一種是正常的紀錄片，另外一種呢，則是按照故事片的方式寫劇本、設計分鏡頭。之後更是直接推出一部商業類型的故事片，還要去電影院公映賺票房。你看，這就完全不符合他們當時報批的內容了，也違反了司法部審批的公益目的，涉嫌以欺詐手段獲得行政許可。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相關部門可以撤銷對他們的行政許可。監獄來的媽媽踐踏的法律紅線其實還不止剛才說的這一點，還有啥？第一，涉嫌洩露國家秘密。監獄那可不是普通場所可以隨意拍攝，你還放在電影院，你還在全球公映。你比如監獄裡邊的布局，哪裡是監舍，哪裡是操場，內部的警力部署怎麼樣，監控分布在什麼位置，那都有可能涉嫌泄密，給監獄的管理帶來風險，同時會威脅到社會安全。第二，這部電影還涉嫌侵犯了肖像權。秦導在採訪中提到，他所遇到的服刑人員除了趙某紅，幾乎人都明確表示自己不願意被曝光。你別說拍電影了，紀錄片人都不想上鏡。原因很簡單，他們雖然是服刑人員，但是也有羞恥心人家只想低調，不想給家人抹黑，可以理解。而電影你既然在監獄中取景，那進入鏡頭的可能就不止趙某紅一個人吧？片方有沒有獲得其他服刑人員的許可？有沒有給人家進行面部打碼？那按照民法典規定，只有新聞報道或者國家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等情況，才可以不經肖像權人同意。而你拍商業電影，如果你未經同意使用別人肖像，那涉嫌侵犯對方的肖像權，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第三，不符合電影的審批流程。
按照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規定，電影在拍攝之前就應該向相關部門備案。那這部電影19年開機，21年才完成備案，屬於典型的先拍後備，程序違法。電影主管部門應該予以取締，並且沒收違法所得和工具設備，還要進行罰款。目前面對網上的爭議，國家電影局工作人員作出回應，已關注到相關情況，正在處理。當然這部電影最大的問題其實還在於有悖於法律認定的事實，涉嫌侵犯死者的名譽。人家去世的人虽然不再擁有嚴格意義上的名譽權，但你也不能被隨意造謠、被抹黑，那人家還有名譽利益，一旦受到侵犯，他的配偶、子女、父母都有權要求對方承擔民事責任。那这裡死者的配偶，也就是赵某紅咱就不指望了，但人家的兒子、人家的母親還可以向片方主张维权。毕竟这部電影在片方宣發過程中反覆強調渲染趙某紅長期遭受家暴，在反抗中失手殺父。片方又號稱電影是根據真人真事兒改編，那你就得拿出證據證明確實存在長期的家暴，確實讓趙某紅被迫持刀反殺，不然你就是編造謠言，是誤導觀眾，是抹黑逝者。用網友的話來說，就是趙某紅殺害她的丈夫，其實是殺害了2次，一次奪走了她的生命，一次抹殺了她的人格。法律無非柴米油鹽，關注書范給您說法。你看看人家中國的這些專業的律師給盤點的，這個電影問題大了去了，他犯了好多的法呀。這個胡錫進真的是像我說的一樣吧，他就是一個騎牆卡彈的體制。中國的網友也把胡錫進像姚晨一樣給罵化了。胡錫進能不能被第2次封號呢？讓我們拭目以待。點個訂閱，下期再聊。